美军卡尔文森号航母出动，已于近日抵达中东地区也门外海，成为第二艘部署中东美国航母。与杜鲁门号肩并肩，胡塞武装将面临前所未有打击。川普签署造船业行政命令，要求大力振兴美国军用与民用造船业。而在这个决策的背后，是美国海军的首艘星座级护卫舰仅仅完工了 10%。美军双航母战斗群抵达中东，即将给胡塞武装带去哪些压力？美国造船业又是否迎来了复兴的时刻？下面一起来看。美国卡尔文森号与杜鲁门号航空母舰近期已在中东地区完成集结，旨在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持续威胁以及与伊朗的紧张关系。而卡尔文森号航母抵达也门外海前，杜鲁门号航母自2024年12月起就已经部署于中东，参与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值得一提的是，杜鲁门号原计划于2025年3月底结束部署，但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要延长其部署时间至少1个月，等待卡尔文森号的会合。而卡尔文森号航母来的也的确很及时，其于3月28号离开关岛基地，4月1号就正式收到国防部长命令前往中东。4月7号卫星图像显示，其已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很快又进入红海水域，与杜鲁门号碰面，成功完成了本次双航母部署。值得一提的是，卡尔文森号航母是与其他6艘战舰一起前往中东执勤的，包括普林斯顿号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特里斯特号伯克级驱逐舰以及2个 F-35C 隐身战机中队都加入了此次双航母部署行动。这无疑是对胡塞武装的极大震慑，也是堪称一旗3手的举动。首先，双航母部署使得美军在中东地区拥有了更强的空中打击与快速反应能力，配合迪戈加西亚岛部署的近7架 B-2 隐形轰炸机和 F-35 战斗机中队，美国对中东海陆目标的精准打击能力大大增强。也正是基于这种实力，美国得以进一步向伊朗方面施压。因此，此次航母部署正值美伊核谈判关键期，川普政府通过军事威慑试图迫使伊朗接受新核协议，并威胁若谈判失败，将采取前所未见的行动来应对。当然，此次双航母部署最重要的施压目标还是胡塞武装。胡塞武装近期频繁袭击红海商船与美军舰艇，包括对杜鲁门号航母编队发动的导弹与无人机攻击。美军双航母的集结旨在遏制其行动，并通过空袭消耗其军事资源。同时，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一些摩擦似乎是很难避免，因为不论是伊朗方面还是胡塞武装，可能都不会对美军轻易让步。胡塞武装之前就宣称其对杜鲁门号发动了联合打击，并警告将扩大军事行动范围，包括封锁红海航道等大规模动作。而伊朗的立场也没有太多改变，尽管美伊之间有展开间歇性谈判，但伊朗总统佩泽希奇扬还是明确表示不会接受美国单方面开出的条件。同时可以预见的是，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活动的情况不会改变。事实上，目前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红海的国际航道安全即将受到严重冲击，红海与阿拉伯海的商船通行风险会显著上升。不仅如此，在此次卡尔文森号航母完成再部署之后，美国在西太平洋也面临着一定的兵力空缺。因为卡尔文森号调离之后，美军在西太平洋只剩下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这艘航母还因为维修事项无法随时执行作战任务，这就意味着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出现了一定的削弱，可能会影响其印太战略布局。但综合来看，美军双航母齐聚中东，既是对胡塞武装的有效直接威慑，也是向伊朗展示武力的重要契机。我们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几周的美伊谈判进展与胡塞武装的军事反应将成为局势发展的关键变量。至于美军航母如今面临的全球部署不够用的问题，就还是要回到造船业问题上。恰好川普近期就专门签署了刺激国内造船业发展的法案。我们下面就来看一组新闻解读。
看看美国造船业面临的问题。近日，美国总统川普正式签署行政命令，意图重振美国造船业。川普称，美国将在造船方面投入大量资金，以恢复美国在该领域的产能。我们从前每天都能制造一艘船，但现在实际上一年都造不出一艘。按照川普的表述，美国当前出现的造船业低迷现象并不是技术方面的问题，因为美国并不缺乏造船业的科技储备，也有能力兴建相关的工业设施，并培养造船人才队伍。现在之所以出现造船业僵局，问题主要还是出在一些行业运作上。事实上，川普此次行政令中还专门提到了一组数据，那就是美国目前建造的商用船舶还不到全球总量的 1%。 不仅如此，行政命令中还呼吁美国设立海外安全信托基金，旨在为那些增强美国海上运力的项目提供可靠的支持资金。至于资金的来源方面，则包括那些潜在以及新增的关税收入、罚款、费用和税收收入。如果有私人投资一些用于建造商用船舶部件的设施，或者改善升级造船厂的维修设施与干船坞等重要设备，行政法案也会支持和鼓励。还有美国白宫官员在行政法案推出之际专门提到，美国政府应当制定一项确保北极航道安全的战略，包括最终在美国建造性能先进的破冰船。行政令也支持亿万富翁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调查美国海军在造船方面为何严重落后。而星座级护卫舰无疑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美国战区网站近期就专门推出专门频道，解读美军首艘星座级护卫舰只实现 10% 建设进度的情况。首先是项目进度滞后，美国海军首艘星座级护卫舰开工已经超过2年，距最初合同签订更是距离近5年，但目前仅完成 10%。 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仅是因为美军没有更多造船厂来为美国海军提供产能，也与美国海军的决策反复有关。其功能设计还没最终确定和批货，预计要到2025年夏初才能完成最终的星座级方案。但星座级立项之初其实也是有初始方案的，其以法业联合研制的 FREMM 多用途护卫舰为基础进行设计，但后来的实际变动很大。在尺寸方面，星座级护卫舰相比 FREMM 在舰身长度、宽度等方向都有增加，排水量也提升了不少。军舰设计的通用性原本计划达到 FREMM 的 85%， 但现在与原版方案相比却只有 15% 的零部件通用性。这些改变意味着美国需要重新去设计和制造许多关键零部件，最终也导致了项目严重延期，成本也大幅增加。单艘造价从原本预计的10亿美元已经涨到了约14亿美元。而在这些问题存在的大背景下，美国国内造船业消沉的现状无疑就让星座级项目雪上加霜。因为除了军舰设计出现变更外，先前疫情引发的全球经济动荡以及美国造船业劳动力短缺问题也影响了项目推进。比如焊工、船体装配工等技术工人大量流出造船业，专业技术工人不足的现象。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那样，美国造船业这些年一直在萎缩，无论是造军舰还是商船建造，占全球份额占比都出现了下降。正因如此，川普才要签署行政命令，要求相关部门对造船业进行审查并提交报告，来增加美国造船业的参与者和竞争者，减少成本超支和生产延误。美国海军部长约翰·费伦也表示，要避免项目执行不佳的情况，合理评估后续的项目风险。但即使新法案已经出台，我们目前也无法断定星座级项目的后续发展就能实现完全的按部就班。唯一可以确定的，美国国会议员们对星座级护卫舰项目的现状很不满，是努力让项目重回正轨，还是另寻方向？美国海军需要尽快做出决定，来回应国内的关切。除此之外，川普的造船业振兴法案还可能会提振美国的另一项重要产业，那就是对外军售，尤其是海军外艇的外销。而川普近期也有放宽美国对外军售限制的想法。我们接下来就一起看一看。近日，川普正式签署行政令，
要求审查军备出口规则，以简化美国军火企业向海外销售产品的流程。他还在另一项行政令中要求启动对国防部采购项目的全面审查。美国政府问责局在2024年6月的一份报告指出，五角大楼在为各军种部署武器方面速度慢得惊人。川普政府的总结报告指责，拜登政府并未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来改善武器就位速度。白宫幕僚秘书沙尔夫就提到，我们无法以可靠的有效方式向我们的主要盟友提供武器系统，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关键因素是我们批准对外军售的流程效率低下，而且还不统一。例如在川普的首个任期中就有对外军售项目，因为全球各地的时局变动出现延迟，川普也曾对此表示不满。像是2019年，由于美国与伊朗的紧张关系，川普就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他也得以打破国会长期以来审查重大军售先例，向沙特、阿联酋和约旦等国家紧急出售价值超过80亿美元的武器。那么这样的事例在川普的第二任期当中还会不会复现呢？川普会不会因为中东或太平洋的局势变动而加快一些军售项目的流程呢？这非常值得我们的后续关注。毕竟俄乌冲突目前还在延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必也在关注这些方面的动态。值得一提的是，泽连斯基近期在乌克兰国内的支持率其实还有所上升，这背后存在多方面的民意因素。因为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泽连斯基展示出了坚定的领导形象，其积极争取国际支持，提升民众对他的信心。不过，俄罗斯方面也是动作频频，近期就一直增加陆军地面机器人的供应量。俄罗斯军方认为，在未来战争中，无人机械战车能够在侦察、排雷以及攻击等多种任务中执勤，大幅减少人员伤亡。例如，天王星9履带式无人作战地面车辆和战有小型机器人。天王星9机器人重约12吨，长 5.12 公尺，宽 2.53 公尺，高 2.5 公尺，采用一台282马力的柴油发动机，公路机动速度可达35公里每小时。至于无人炮塔及电子设备，则由车内蓄电池驱动，蓄电池可以提供约6小时的电力支持。在具体武器装备方面，其配备有30毫米 2A72 自动机关炮、7.62毫米 PKTM 机枪、4枚 9M120 Attack 反坦克导弹，以及6到12具 SHIM-M 温压火箭发射器，有不错的战场支持能力。就此看来，俄罗斯通过增加陆军机器人的供应量，主要就是为了提高俄罗斯陆军的作战能力与效率，使其在战场上占据优势。而与俄军的新动作相比，美军似乎对欧洲军力部署又有了新计划，可以说是一边强化威慑存在，一边又在重新调整军力分布。据天空新闻网近日消息，美国国防部有多名官员确认，美军将从东欧部署的军队中撤回1万余名士兵。这一行动可能会引起俄罗斯邻近国家的担忧，因为美军的存在被视为一种安全保障。至于美军在东欧撤兵之余，会不会从其他方面增强自身在东欧地区的军事存在，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看法。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